虾仁逆天3分拯救湖人获得总决赛冠军，然而 MVP 却给了科比。无奈虾仁只能摇摇头，坐上了回国的飞机，为荣夺征战奥运会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帮助湖人队获得总冠军，奖励黄濑凉太模仿技能体验卡1张。嘿嘿，有了黄濑凉太模仿技能，这将是华夏08奥运的杀手锏。奥运会我来了！此时华夏队正在与袋鼠国队进行热身赛，目前已经落后16分，于是10分被阿伟然后突破禁区上，但却被补防过来的博古特接住。博古特还朝着阿伟摇了摇手指，脸上充满不屑。可恶，又被盖了！博古特太嚣张了。哎，要是大姚没受伤的上场，肯定能教训他，哪轮到他这么狂？刷，小将米尔斯抵阿玉的防守和进攻3分，将分差拉开到19分。稳住，别给对手轻易投篮的机会。第二节结束，华夏队35比57落后22分，双方进入中场休息。华夏队更衣室里一片沉默，所有人都沮丧地坐着，尤内斯也阴沉着脸，大姚落寞地坐在角落，心不在焉。难道虾仁真的赶不上这场比赛了？看来只能等到后天与袋鼠国的第2场热身赛，才能看到他的国家队首秀了。就在这时，更衣室响起了敲门声，大姚眼睛一亮，拄着拐杖快步走过去开门。抱歉，球馆太大了，绕了一圈才找到路，比赛还没结束吧？不晚，来得刚刚好。下半场给我狠狠揍袋鼠国队。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帮球队赢下袋鼠国。好，那我就期待你下半场的表现了。伙计们，华夏男篮人员到齐，向着奥运会冲刺吧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中场休息很快过去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华夏队调整了首发阵容，中锋大志，大前锋阿联，小前锋虾仁，得分后卫阿月，控球后卫阿伟。当虾仁走上球场时，整个球馆爆发出气氛，比上半场任何一个招呼都要热烈。过去，华夏队变什么魔术？怎么把下3分变出来了？虾仁不是在美国吗？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太意外了！终于可以在国家队看到虾仁了，希望他能在大姚无法上场时扛起华夏男篮。哼哼，这些华夏观众难道以为有了虾仁就能扭转局势吗？太天真了！就让我看看这个华夏落选秀是不是名副其实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首发球员登场。袋鼠国率先进攻，米尔斯运球过半场，使用点名战术，与队友挡拆后直面虾仁的防守。他眼中仿佛有火焰在燃烧，全身热血沸腾。这一刻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击败虾仁。进攻，感受到米尔斯强烈的敌意，现发布任务。任务：击败袋鼠国队，在米尔斯的防守下命中5记3分球。奖励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100。米尔斯这小伙子不错，上来就送温暖，很有前途。米尔斯连续运球变线，突然从右路突破，虾仁发动，紧紧贴着米尔斯，不给他甩开自己的机会。米尔斯急停后撤步，直接中距离跳投出手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大致抢到篮板，传给阿伟。阿伟运球一步，长甩给跑步半场的虾仁。虾仁没有浪费时间，直接急停在距离3分线2米远的位置，做出投篮自射。全场观众屏住呼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场，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尤纳斯从板凳席上站起来，张大嘴巴，大姚双拳紧握，期待看到自己想看到的。球场上，米尔斯和英格尔斯已经朝虾仁扑了过来，虾仁全然无动。发动绿箭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，在篮球离开手指的瞬间，米尔斯的手也封到了虾仁脸上，可惜差了一点，篮球划过一道如导弹般掉入篮筐，哗哗哗，瞬间整个球馆沸腾，观众疯狂欢呼。出现了虾仁的超远距离3分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恐怖的射程真是难以置信。场边的尤内斯兴奋的振臂高呼，大姚更是扔掉脚站起来为虾仁抵挡，防守很到位，可惜没什么用。虾仁看了米尔斯一眼，转身回防。米尔斯面色更加阴沉，眼中却闪过一丝震撼。这种胜似闲庭信步的超远3分 ，NBA 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不要让华夏队打防守反击，加快回防速度。还有，给我盯死这个华夏12号球员，别让他轻易投3分。袋鼠国队进攻，博古特站在弧顶接到篮球，策应球队的进攻。球员们积极跑位，英格尔斯在外线获得3分出手机会，博古特第一时间将篮球传了过去，后者接球单拔跳投3分球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。袋鼠国队不再恋战冲抢前场篮板，而是快速回防，不给华夏队再打防守反击的机会，进入阵地战。虾仁持球，借着大致的掩护，横移一步躲开防守，再次飙射3分球，刷，空心入网，继续逆转。现场又是一阵欢呼，激动的观众们连连口吐华夏。刚刚等藏就是连续2记3分球命中，下3分的表现太炸裂了。爱了爱了，奥运会有大姚和虾仁这对强力组合，还怕什么？41比57，分差来到16分。伙计们，给我拿出强硬的防守来，别让这个华夏球员像切菜一样随便得分。球员们皆是点头，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。米尔斯运球过半场，把球传给了大前锋安德森。安德森顶着阿联的防守强行勾手，嘿，咱的太空翼那可不是吃素的，他像弹簧一样高高跳起，一巴掌就把篮球给拍飞了。这身体素质简直媲美动漫里那些超人。博古特看到这一幕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这阿联要是不受伤，那在 NBA 不得横着走啊！篮球被阿伟抢到，
他立马快下。米尔斯就像个疯狗一样疯狂追防，提前跑到禁区准备封盖，结果阿伟突然来了个神仙球，回头望月把球往后一甩，虾仁稳稳出现在弧顶3分线外。他没急着投篮，而是等米尔斯扑过来的时候，他才出手。发动利剑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球技能，唰的一下又进了，这3分球进的跟喝水一样轻松，不到3分钟，虾仁就连续命中3记3分，把分差缩小到13分，全场观众都傻了。这虾仁是下凡来拯救比赛的吧？空位不投，非要等人防守再投，这简直是自己挑战自己啊！虾仁有透视眼吗？这3分太恐怖了，我要全部录下来回去看。球场上，米尔斯再次点名要 solo 虾仁，虾仁再次发动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。情绪不稳定的米尔斯在连续突破无果后，焦急的强行突破，虾仁眼疾手快，直接抢断，随即发动叶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。球场上传出了雷鸣般的响声，虾仁用3根手指运球后退，速度快到眼花缭乱，篮球的轨迹甚至都变得模糊，只剩下啪啪啪的拍球声。退到中线附近，2名袋鼠队球员依然紧追不舍。此时华夏队的进攻空间已经完全被虾仁拉开，他没有顶着包夹强行投篮，而是跳起来轻松将篮球传了出去。阿宇底角接到篮球，完全的空位，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3分，刷空心入网。虾仁冲着阿宇竖起了大拇指。华夏队能投3分球的可不止我虾仁一个人啊！阿宇同样是一位优秀的3分射手。袋鼠队主教练起身叫了暂停，脸色也变得沉重起来。蜜般的嘴角，我是全新的小野猫。暂停回来，袋鼠队打成了一次战术。终于在下半场开张得分，华夏队进攻。虾仁果断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，雷鸣运球加超高弧线的3分，就是这简单的一招，便让对手防不胜防。此时来到第3节末尾，虾仁被袋鼠队包夹，他第一时间选择把球传了出去，由队友以多打少的形式完成进攻。在虾仁的带动下，华夏队在第3节末尾的时候反超了对手。第3节比赛已经结束，双方比分为73比70，华夏队领先。虾仁太厉害了吧！竟然真的只用了1节比赛就抹平了22分的分差，服了，这回彻底服了。Hey boy, come on baby。第4节比赛开始，袋鼠队继续使用5大阵容，华夏队也沿用着首发阵容，由虾仁继续带队。米尔斯竟然还坐在板凳席上，这可怎么是好？如果米尔斯第4节都不上场的话，那岂不是无法完成任务了？这一波可亏大了，必须想办法让米尔斯登场。虾仁接到队友传球，再次飙进1记3分球，然后转身看向坐在替补席的米尔斯，朝着他勾了勾手指。接着，虾仁又对着袋鼠队的教练摇了摇手指。米尔斯脸色铁青，这也太侮辱人了吧！教练，太可恶了！米切尔，给我上场打爆这个华夏球员，发挥你速度和灵活的优势，他是限制不住你的。米尔斯点点头，虾仁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计谋得逞。他开始用点名战术连续单打米尔斯。米尔斯的身高只有 1.85 米，在虾仁面前完全不够看，错位优势极其明显。连续3次进攻，3次都是顶着米尔斯的防守投进3分球，极为强横，分差也在被急速拉开。虾仁太厉害了，竟然22分大逆转！我要全部录下来回去看。此时米尔斯想利用速度和灵活优势 solo 虾仁，可在虾仁的紫元墩身体天赋和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下，完全发挥不出来。袋鼠队教练见此，彻底偃旗息鼓，又将米尔斯给换了下来。米尔斯沮丧地坐在板凳席上，完全丧失了自信，没把虾仁变为垫脚石，自己却成为背景板了。嘿嘿，米切尔任务已完成，现在只要赢下比赛就能够完成任务。比赛继续，在虾仁连续的远投3分，抢断，干冒。后来进攻和防守下哨声响起，全场比赛结束，103比91，华夏队完成了22分的大逆转，以12分的优势赢下本场热身赛。虾仁被大家围在中间，享受着胜利的欢呼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乘以100，请问是否抽奖？抽。恭喜宿主获得清风大辉无定式出手技能卡。丁，恭喜宿主融合完毕。有了无定式出手技能，奥运会稳了。虾仁，好样的！华夏队有了你的加入，实力真是上升了好几个档次。那是当然，等你声誉复出之后，我们一起称霸奥运会。8月10日，奥运会男子篮球项目正式开始。第1场比赛，死亡之组华夏队对战米国队。本届米国队可谓集结了 NBA 最强的一批超级球星，由科比和香蕉船兄弟领衔，基德作为队长，阵容无比强大。
随着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首发球员登场。华夏队首发阵容为中锋大姚、大前锋阿联、小前锋虾仁、得分后卫阿月、控球后卫阿伟。米国队阵容为中锋霍华德、大前锋安东尼、小前锋詹姆斯，得分后卫科比，控球后卫基德。双方跳球，啪！大姚展现出自己的高度优势，将篮球给拍了下来。阿伟抢到篮球，迅速运球过半场，队友们积极跑位，想要为虾仁制造出投篮的机会，但梦之队早已防范。詹姆斯牢牢地盯着虾仁，完全不给其接球的机会。其余队友也是被梦之队窒息般的防守给看得死死的。虾仁想要在这场比赛轻松投出超远距离3分球，没那么容易。见此，大姚果断从禁区中跑了出来，在弧顶3分线外接球，想要做一次策应。左右看了看，完全没有传球的机会。再看霍华德没有跟防上来，还站在3秒区内。大姚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出一记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。现场的球迷们疯狂地欢呼起来。刚刚开始，比赛就直接进入了高潮。哎呦，真是漂亮的3分球啊！连大姚都进3分球了，状态非常不错啊！米国队快速发球，基德运球快速推进，随即传到科比的手中。科比突破禁区，吸引防守后将球传到安东尼手中。安东尼空位出手3分球，唰，空心入网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，正要组织进攻，基德便压迫十足的扑了上来，直接下手抢断，啪！篮球被拍出来。科比、詹姆斯已经第一时间发动快攻，科比运球到前场篮下，然后高高的往天上一抛，詹姆斯跟在后面起跳，在空中滑翔了一段距离之后，双手接住篮球，砸进了篮筐。全场观众都被这记扣篮刺激的肾上腺素飙升，但科比和詹姆斯面色平静，互相击掌一下，转身回防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快速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大姚手中。大姚被身单打魔兽霍华德，连续跟霍华德对抗。安东尼包夹过来，干扰大姚的进攻。即便是米国队，也不敢放任大姚在禁区1打1。大姚及时传球，阿月反跑到弧顶，接到篮球后直接飙射3分球，唰，在中。全场观众球迷都沸腾起来，不知疲倦的疯狂欢呼着。米国队进攻，基德运球过半场，对着禁区的霍华德使了个眼神。霍华德心领神会，转身直接奔着篮筐高高跳了起来，篮球飞速而至，球之后直接双手暴扣，现场又是响起一片片惊呼之声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，将球传到了虾仁的手中。比赛开始2分钟，这是他第一次碰到篮球。詹姆斯第一时间防守上来，没有表情，却不怒自威，浑身上下紧绷的肌肉仿佛有打死一头牛的力量。伙计，在我面前，你可别想轻易投3分。虾仁紧咬着牙关，感觉这场比赛比打 NBA 的抢七大战还要紧张激烈。他顶着詹姆斯的防守强行跳投3分球，在全场近2万人的紧张又期待的目光中，篮球向着篮筐飞去，篮板球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竟然没进。哎呀，感觉虾仁出手的太仓促了。霍华德抢到篮板球，直接朝着前场扔去。詹姆斯再次飞奔起来，接到传球，向着禁区奔去。全场观众都捂着脑袋，不忍再看。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詹姆斯又要肆虐篮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奔袭到前场，堵在了詹姆斯前进的路线上，正是身披8号的虾仁。全场观众都在这一瞬间情不自禁站了起来。虾仁要硬扛詹姆斯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这要是被詹姆斯撞一下，恐怕就直接报销了吧。大姚、阿联等人皆是张大了嘴巴，有些担心的看着这一幕。飞奔的詹姆斯看到虾仁后，忍不住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这个小子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来的正好，通过詹姆斯来验证一下吧。紫圆墩身体天赋，力量边界在哪里？发动紫圆墩身体天赋技能。虾仁和詹姆斯撞到了一起，虾仁只是后退了几步，便化解了詹姆斯带来的冲击力，反倒是詹姆斯连后退几步，竟是重心不稳，重重的摔倒在地上。整个5颗松球馆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。我来个刀，詹姆斯竟然被虾仁给撞倒了，这他妈就太离谱了！这才是咱华夏球员该有的表现啊！真是他们太硬气了。场边的老 K 教练原本带着笑容，此时也凝固在脸上。詹姆斯被撞倒了，这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啊！这个华夏新秀到底是什么来的？圆满级的紫圆墩身体素质，恐怕整个 NBA 历史上也只有大鲨鱼奥尼尔的巅峰期能够和我较量了。虾仁走到倒在地上的詹姆斯身边，嘴角咧开，露出一丝笑容，那略带挑衅般的笑容，仿佛在说这里是我的主场，没有人能在这里撒野。而詹姆斯龇牙咧嘴的捂着刚才和虾仁相撞的地方。科比、安东尼等人皆是有些懵，强壮如牛的詹姆斯竟然被虾仁撞得站不起来了。裁判哨响，判罚了虾仁阻挡犯规。米国队发界外球，基德持球进攻，詹姆斯低位背身靠着虾仁，主动伸手要球。刚才的脸可丢大了，必须找回场子，教训下这个华夏新秀。接球，运球对抗，借力转身后撤跳投。虾仁发动金川之际最强之臂技能，全力扑了上去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。大姚保护下后场篮板球，随即将球传到阿伟手中。阿伟一边运球过半场，一边观察着米国队的防守，同时指挥队友跑位。
虾仁快速移动，借着队友的掩护，短暂的甩开詹姆斯，向着阿伟的后方跑去。突然，阿伟出其不意的手腕一抖，将篮球被传到虾仁的手中，空间被完全拉开。詹姆斯想要扑防上来，却被前面的阿伟挡了一下，节奏慢了半拍。虾仁看了眼远处的篮，直接3分线跳起，空中打起720度后，一个大力灌篮，全场观众都沸腾了。虾仁这弹跳简直就不是人类啊！进了，虾仁竟然3分线起跳扣篮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像虾仁这样的射手是没有办法被防住的。7比8，华夏队通过虾仁的飞身扣篮，完成了对比分的反超。场边的老 K 教练眉头紧锁：詹姆斯，不要再划水了，给我掐死华夏队8号球员，不要再给他投篮的机会。詹姆斯神色认真的点点头，目光中透着凶残之色。必须对这个华夏新秀略施惩戒了，不然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这小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得分！检测到詹姆斯对你露出了死亡之瞳，现发布任务：本场比赛得分超过詹姆斯，奖励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200，自选宝箱1。嘿嘿，就喜欢这样简单粗暴的任务，不知道自选宝箱中会有什么令人惊喜的技能。来吧，詹姆斯！米国队进攻，基德将球运过半场后，便传到了詹姆斯手中。詹姆斯弧顶面对虾仁的防守，直接选择突破，霸王步迈了起来，想要强顶着虾仁突到禁区上篮，却错愕的发现顶不动。无奈，他只能后撤出来，叫霍华德来打个挡拆。防拆换防之后，詹姆斯才轻松突破到禁区，顶着大姚完成一记高难度滞空上篮，还造成了大姚的犯规，稳稳命中罚球。10比8，米国队再次反超2分，而詹姆斯已经得到了5分，包揽了球队一半的得分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跑过半场后，主动和阿伟要球。接球后，詹姆斯快速扑了上来，紧紧的贴防着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恐怖的气势。虾仁毫无畏惧，直接发动叶山小太郎雷鸣运球，双手皆是变成了3指，运球的速度陡然加快，他连续变向胯下运球，突然后撤步直接跳投3分球。刷，空心入网，华夏队再次反超比分，全场观众都响起热烈的欢呼声，被虾仁的这记 answer ball 刺激的肾上腺素飙升。好家伙，面对詹姆斯的防守，虾仁还真敢投啊！管他面前是谁，纵是有千军万马，也抵不过虾仁这一记强硬的干拔3分球。老 K 教练赶紧叫了个暂停。詹姆斯，刚才我强调过了，不要再划水了。詹姆斯有苦说不出，自己真的没有划水啊，是真的没防住这个华夏新秀。在这紧张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看看华夏最美啦啦队的表演。还是咱们华夏的啦啦队漂亮，我拍下来发给朋友看看。伙计们，展现出你们的身体天赋，对华夏队的防守再提高一个档次，逼迫对手失误，然后利用你们的速度快速打反击，尽量不要跟华夏队打阵地战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阵地战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球员们纷纷点头，似乎没想到华夏队如此的难缠。暂停回来，米国队换下了霍华德和基德，换上了速度更快的波什和韦德。米国队发起进攻，詹姆斯运球过半场后，将球传到韦德手中，闪电侠一步迈出，轻松突破了阿伟的防守，冲进禁区就高高的跳了起来，将自己扔在半空中。大姚想要补防，但有心无力，轰！韦德双手抱球砸进篮筐，完成一记势大力沉的双手暴扣。华夏进攻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华夏队这边也毫不示弱，阿联站在弧顶3分线往里一步的位置，命中一记远距离跳投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27比30，华夏队仅仅落后3分。短暂的节间休息过后，比赛进入波涛汹涌的第2节，双方都是替补阵容出战。韦德利用自己凶狠的逼抢和超快的速度连续打出反击，频频快攻扣篮。仅仅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米国队就打出了一波9比2的进攻高潮，一举将分差拉开到10分。无奈，尤内斯连忙在死球环节换上大姚、阿联、虾仁等主力球员，又打了近3分钟的时间。虾仁虽然连续命中了2记3分球，但都没能够将比分追上来。大姚更是被米国队针对性的防守给彻底限制死，连出手机会都很少。等到第2节后半段，米国队换上主力球员，科比开始接管进攻，连续2记中距离跳投命中，还逼迫阿月失误，打成一次快攻反击，完成了一次扣篮，连得6分，直接将分差拉开到16分。全场观众都是安静下来，有些人更是泛红了眼眶。球场上，华夏队并没有放弃，依然在拼命地完成每一次的攻防。大姚的眼神依然坚毅决然，从未发生过变化。不管是输多少分，他都要战斗到底，这就是他的决心。华夏队进攻，大姚拼命地抢到一个进攻篮板球，随后顶着霍华德就是一记双手带投，还造成了霍华德的犯规。他仰天怒吼，振臂高挥，火红色的球衣泛起涟漪，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情绪。刷，罚球稳稳命中，米国队迅速发起反击。
詹姆斯一条龙运球过半场，往天上高高一抛，霍华德双手接住篮球打进篮筐，完成一记空中接力。最终上半场结束41比53，华夏队整个第二节仅仅得到14分，虾人一人就命中3记3分球得到9分，大姚得到3分，剩下其余球员一共得到2分。球馆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米国队再次提升比赛强度，安东尼外线标中2记3分球，科比和詹姆斯纷纷突破上篮得手。不到2分钟，米国队就打出了一波10比0的高潮，直接将分差拉开到了22分。尤内斯连续叫了2个暂停，但都没能阻止华夏队的溃败。可恶啊！我们那么努力，还是无法跟米国队抗衡啊！连绚烂的烟花都做不到吗？兄弟们，不到比赛哨声结束，我们就不能放弃比赛。至少我们不能让全国观众看到我们丧失斗志，这比我们输球更可怕。众人皆是看向虾人，眼神中透着无奈。或许我们很难逆转，但也绝对不能让米国队赢得太轻松，哪怕往回追1分、10分，也能够证明我们依然在战斗。是时候使用清风大挥无定式出手技能了，开始反击了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就是进了老虎嘴，我也要掰下2颗牙来。听着虾人的话，众人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，眼神中充满了斗志。虾人说的很对，这里是我们的主场，不管对手多么强大，都要捍卫这里，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人直接开启雷鸣运球。过半场后面对詹姆斯的防守，虾人后撤一步拉开距离，顶着姆斯的长臂直接干拔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空心入网，进球了！这已经是他本场比赛的第7记3分球了。米国队进攻，德隆将球传到布泽尔手中，后者顶着大姚的防守强行撤步跳，啪！结果被大姚结结实实的扇了个大帽。篮球被阿月抢到，迅速将球传到虾人手中，虾人快速运球过了半场，一步迈进3分线里面，詹姆斯紧紧的跟在后面，准备随时追身大帽。虾人直接使用出清风大挥无定式出手技能，整个人以诡异的弧度前倾，然后将篮球以超低重心的姿态给抛了出去。全场观众看到这一幕皆是愣住了。这是什么投篮姿势？如此怪异，完全不像篮球动作。篮球高高的旋转在空中，以一个很低的弧度掉落到篮筐中，全场瞬间一片惊呼。出现了，终于再次出现了！这种非规则的投篮动作，虾人终于再次施展出来。普林斯也是一脸懵逼，这种投篮方式也能进球，乖乖的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米国队替补席上科比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。如果虾人爆发出总决赛比赛的实力，那米国队还真危险了。米国队进攻，普林斯在虾人的防守下中距离，咣当打铁，大姚抢到篮板球，华夏队迅速反击，虾人以极快的速度跑过半场，接到篮球后急停在中线附近，再投出1记中线 logo 3分球，刷空心入网。瞬间，整个球馆的情绪都被这记中线 logo 的3分球点燃。德隆运球过前场，突击强投出1记3分球，篮球没有命中，大姚再抢到一个篮板球，他一个长手将球甩到已经跑过中线的虾人手中，早有防备的普林斯早早的挡在了前面。虾人见此，运球往里一步，急停后仰跳投，只是他后仰的幅度有点大，看着就快要躺在空中一般。全场观众再次目瞪口呆，就连米国队替补席上的一众大佬都是情不自禁站了起来。这是后仰跳投，刷篮球再次空心入网，欢呼四起，球迷们实在忍不住，又开始嘶吼起来。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，他连续得到10分，斩将分差一举缩小到10分。裁判哨响，米国教练忍不了了，连忙叫了个暂停。暂停回来，米国队换上了最强首发阵容，球场上的气氛再次变得压抑沉重起来。面对攻防都更加强大的米国队，虾人还能延续刚才爆发的状态吗？米国队进攻，詹姆斯持球弧顶组织进攻，韦德和科比从左右两侧踢到高位，进行了交叉跑位。韦德接到篮球突破到禁区吸引防守后，将球传到科比手中，后者轻松挑投命中。让我们一鼓作气拉开分差，不要再给华夏队机会了。老大发话了，詹姆斯、韦德等人皆是认真点点头，眼睛里透着冷冽的目光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人运球过半场，看着面前的詹姆斯，雷鸣运球全力发动，篮球在他的手掌中眼花缭乱的变换，突然后撤一步急停跳投3分球，詹姆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篮球飞了出去，唰，篮球就像是精准的至准导弹一般，空心掉入篮筐中，进了，球进了，又是一记超远3分球，纵然是詹姆斯也没有办法防住虾人后撤步3分的绝招。嘿嘿，这就是咱华夏最强的射手。当状态火热的时候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别说是詹姆斯，就是乔丹来了都不一定防得住。对这个8号球员进行夹击，不要给他运球过半场的机会，顺便掐死他的传球路线。米国队进攻，科比突破吸引包夹，将球传给外线的安东尼抬手就射，再次命中一记3分球。华夏队反击，虾人刚刚接到界外球，詹姆斯和韦德就包夹上来，现场一片哗然，球迷们纷纷激动起来。我没看错吧 ？NBA 的2位天皇巨星竟然去包夹虾人，这是什么待遇？足以见得虾人给米国队带来了多大的威胁力。牛屁！我只想说虾人牛屁。虾人很无奈，只能将球传给阿伟。阿伟运球过半场，等到虾人借着大姚的掩护，绕底角一圈甩开詹姆斯后，便将篮球传了过去。接到篮球，虾人快速使出雷鸣运球，向着禁区奔去。等到詹姆斯扑防过来时，虾人直接急停，并且使用出了清风大挥无定式出手。他再次向后仰去，又一次接近平躺的时候，将篮球扔了出去，刷空心入网。
詹姆斯眼神中露出骇然之色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又来了，这该死的怪异的投篮方式怎么封盖？接下来虾人以一己之力抗衡米国队5位超级技术，在几分钟内打得难解难分，但双拳难敌4手。虾人的2大进攻技能不可能做到球球都进，比分终究还是被米国队渐渐拉开。第3节比赛结束，71比86，米国队领先15分，虾人一人独砍38分。面对科比、詹姆斯、韦德3人围剿，最后0.01秒，虾人将球投了出去。裁判哨响，全场比赛结束，91比104，华夏队以13分之差输给了米国队，创造了华夏队和米国队交手历史上最小分差。全场掌声雷动，加油之声经久不息。在无数华夏球迷眼中，华夏男篮虽败犹荣。兄弟，好样的，你帮助华夏队坚持到了最后。可是我们还是输了。没关系，这场比赛我们足够出色，已经大大的超出预期了。下一次碰到米国队，我绝对会想办法赢下比赛。下一次碰到米国队，至少也是在4强赛场，甚至是决赛中了。此时，网络直播间的评论区已经完全陷入沸腾之中。46分下3分，牛逼！他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。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华夏男篮的球员们也可以昂首挺胸的走出5颗松球馆了。赢了一起夸，输了一起扛，我为华夏男篮感到骄傲。虾仁哥哥，你今晚简直像觉醒的赛亚人一样狂砍46分，请问你是在场上偷偷吃了10人份煎饼果子吗？他奶奶个腿！就算打破次元壁拿到100分又怎样？没有胜利的数据就像没有辣椒的老干妈啊！呜呜。那么请问，您觉得中国队夺冠的概率是 A100%，B1000%，C 直接保送领奖台？呵，当我在5棵松篮球场偷看大爷们跳广场舞时，就领悟了终极奥义。你见过凌晨4点的天津之眼吗？科比老铁，你的小弟今天在华夏队杀疯了，您是否考虑用美式居合斩教训他？姐，等我把奥尼尔的原味球鞋塞进他更衣柜时，就会让他知道什么叫洛杉矶残酷物语。不过说真的，等遇到华夏队那天，我会用湘北对抗山王的觉悟来击溃他们。比赛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精彩进球。另一边，虾人刚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系统的声音就响起来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2000成就点，技能融合碎片200，自选宝箱1个。童子，你终于来了！使用自选宝箱，使用宝箱成功，获得赤丝周侍郎天地之眼体验塔1张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所在的华夏队输给了米国队，现发布任务。任务：率领华夏队以小组第2的成绩闯进8强，奖励樱井良光速出手技能融合卡。听着系统的声音，虾人狂喜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小组赛再输我倒立起头。京都时间8月12日，奥运会篮球项目小组赛继续进行，死亡之组将迎来华夏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。5颗松球馆再次爆满，华夏球迷们用如此疯狂的热情淹没了整个5颗松球馆。双方首发球员登场，华夏男篮的首发阵容为大姚、阿联、虾人、阿月、阿伟；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则为大加索尔、小加索尔、纳瓦罗、费尔南德斯、卢比奥。裁判一声哨响，将手中的篮球高高的扔了出去。大姚和大加索尔同时起跳，伸手剁向空中旋转篮球。龙国奥运会，虾人3分与狂轰斗牛士，大致梦回巅峰。5颗松球馆，华夏球迷热情如潮。大姚与大加索尔跳球对决，啪！大姚率先拍到球，阿伟接球迅速传球。虾人左侧45度3分线外接球，无人防守，起跳拨球，刷空心入网，开场5秒，华夏队闪电得分，漂亮的进球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运球过半场，小加索尔提到高位策应掩护，纳瓦罗跑出空位的机会，接到篮球后直接跳投3分。刷空心入网，3比3，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，比划出一个手势，球员们开始跑位，大姚和阿联向着左侧并拢，虾人从2人中间穿堂而过，纳瓦罗则被2人给挡在了后面，虾人及时接到阿伟传球，再次投出一记3分球，刷再次命中。华夏队战术大变，围绕虾人进攻，连电梯门都用上了。虾人火力全开，中线附近急停 ，logo 3分出手，刷空心入网，全场沸腾，观众肾上腺素飙升。虾人今天开场太猛了，连续3记3分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斗牛士队的球员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场边的斗牛士队教练阴沉着脸，后背的冷汗直流。这个该死的8号球员为什么开场就爆发了？纳瓦罗南德斯，只要那个8号球员过了半场，就上前包夹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运球组织进攻，将球交到了加索尔手中，加索尔单打大姚，连续的晃动之后侧身勾手。
稳稳命中。华夏队发起反攻，虾仁接到篮球，纳瓦罗和费尔南德斯迅速夹击过来，他及时出球，又将球传到阿月手中，接着他绕到底角3分线接到传球，纳瓦罗、费尔南德斯绕过掩护，朝着虾仁扑来，然而虾仁直接顶着防守放弃。发动利剑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球技能，刷，再次空心入网，开局3分球4连中。这他妈猛得一塌糊涂，包夹就能限制住我吗？炸了炸了！虾仁今天的开场表现真的太炸裂了，比赛开始还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他就投进了4记3分球，这真是要逆天啊！接着阿月和阿联两人接连爆发，在中远距离的位置获得了轻松出手的机会，连续投篮命中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华夏队领先了斗牛士队13分，虾仁独卡21分，再次创下奥运会单节得分纪录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大智突然爆发，里突外投连续砍分，2+1后单手指天，大智梦回巅峰，4分钟砍10分，粉碎了斗牛士追分势头。可即便表现如此出色，却被教练火速换下，众人不解，虾仁更是连连叹气。大智发挥再出色，终究是得不到尤纳斯的信任。大智落寞地走下场，坐到板凳上，头顶上捂着毛巾，看着大屏幕上的比分，脸上露出欣慰之色。没给国家兜脸，兄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可不能让我的努力白费啊！虾仁回头咧嘴一笑，放心吧，这场比赛我们一定会赢，你最后2厘米的遗憾，我来替你弥补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弧顶组织进攻，直接将球传给大姚，卢比奥眼疾手快，轻松就将篮球给断了下来，随即快速发动快攻，上篮命中。连续几个回合，斗牛士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防守，成功防下了华夏队的数次进攻。哎呀，华夏队这段时间的失误太多了，大致刚才的进攻状态真的是太好了，被换下真是太可惜了。伙计们，只差8分了，让我们一鼓作气将比分给追回来。卢比奥示意纳瓦罗打挡拆，他要单挑虾仁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场观众都兴奋起来，高喊着虾仁加油！倒要看看我们谁才是真正的篮球天才。等我进入 NBA 之后，职业生涯的成就肯定会超过你。虾仁没有说话，只是露出了不屑的笑容。卢比奥连续的运球，想要突破虾仁的防守。虾仁发动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，再配合上紫元敦身体天赋中强化的神经反应，直接下手抢断。随即发动快攻，雷鸣运球全力开启，运球过半场后急停在3分线外，前场1打0跳投3分球，刷空心入网。半场结束，华夏队21分碾压世锦赛冠军，直接逼疯斗牛士主教。苍天啊，难以置信，我们竟然能够领先世锦赛冠军21分，这绝对超出了赛前所有人的意料。中场休息，让我们先来看看华夏最美啦啦队的表演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华夏队率先进攻。阿伟刚刚运球过半场，卢比奥就凶狠地扑了上来，完全不给他叫战术的机会。无奈他只能传球到大姚手中，大姚被身单打，感觉到有人上前夹击后，迅速出球。阿联接到篮球，直接开炮，投出1记远距离跳投，刷空心入网。第3节比赛已过去6分钟，华夏队依然领先着20分的优势。看上去比赛已经没有悬念，华夏小组赛终于要赢了。现场有些球迷已经开始庆祝，等待迎接胜利到来的那一刻。第3节后半段，斗牛士队突然开始爆发，不仅提升了防守强度，进攻端也是强力开火。纳瓦罗、费尔南德斯等一众射手连续投中3分球，大小加索尔在禁区肉搏大姚，都快要将大姚给挤成肉饼了，直接让大姚丧失了禁区的优势，更是被大加索尔连续抢到2个前场篮板球，帮助斗牛士队获得了2次进攻机会。短短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斗牛士队就打出了一波12比2的攻击波，一举将分差追到了10分。顿时，观众们的心再次沉了下来。华夏队可千万要顶住啊！全场近2万名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虾仁身上。第3节比赛结束，斗牛士队将分差追到只差7分。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做不到的承诺就不要对我说，不是真的爱我就不要靠近我。短暂休息后，第4节比赛开始，斗牛士队率先进攻，卢比奥突破阿伟后上篮命中，帮助球队将分差缩小到5分。伟哥，等下我来防卢比奥。阿伟点点头，让虾仁来防守是最好的选择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后随即传到虾仁手中，同时他与虾仁完成1次挡拆。换防之后，虾仁面对的是卢比奥的防守，是时候找回上半场丢掉的面子了。他眼神突然变得犀利，直接扑上来下手抢断。虾仁反应迅速，雷鸣运球的速度更是极快，稍微侧步就躲开了卢比奥的这次扑抢。过激的扑抢也让卢比奥失去了防守位置。虾仁抓住机会，直接飙射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空心入网。观众们又开始疯狂的欢呼起来。
喂啊，关键时刻虾仁的表现真的是太稳定了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运球过半场，虾仁站在3分线里，与卢比奥拉开了2个身位的距离，防突破不防投篮。他很清楚卢比奥的投篮能力有多弱，现场的观众们看呆了。就这么放卢比奥投篮吗？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他没有犹豫，直接飙射出一记3分球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。嘿，还真没进，这就有些神奇。大姚保护下篮板球，华夏队落入阵地战，虾仁持球面对卢比奥，连续运球后撤步，再次投出一记3分球，刷，又一次命中。斗牛士队进攻，卢比奥看着再次把自己放空的虾仁，皱起了眉头。这种极度挑衅的防守，不投也不行了，可投的话是真没把握。纳瓦罗跑到弧顶，及时接应卢比奥，接到球后投出一记3分球，咣当，打铁。华夏队反击，虾仁接到传球，再次使用点名战术，与阿伟换防后面对卢比奥的防守，借着阿联提到高位的掩护，虾仁横跨一步，不慌不忙的再次出手3分球。卢比奥拼命的扑防过来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虾仁将篮球投出去，啪的一声打在了虾仁的手腕上，刷，篮球空心入网，虾仁也应声倒在地上。裁判哨响，卢比奥打手犯规，虾仁进球有效，并且加罚1球。卢比奥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满脸的沮丧，双眼更是失去神采。大姚激动地跑了过来，给了虾仁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漂亮，轻松命中罚球，虾仁连得10分，率队打出了10比0的高潮，将分差再次扩大到15分。斗牛士队主教练连忙叫了暂停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大小加索尔轮番凿禁区，给大姚和阿联顶得够呛，兄弟俩连续得分。但华夏队更加强势，阿伟连续送出精妙的助攻，大姚阿联连续暴扣中投，稳稳得分。比赛结束仅剩2分半钟，斗牛士队开始着急起来，在外线飙射起3分球来。纳瓦罗接连出手，但都在虾仁金川之际最强之臂的防守下无功而返。反观华夏队，阿宇丝毫不手软，顶着防守命中一记3分球。华夏依然领先着13分，最后30秒，全场观众都开始疯狂的欢呼起来。这次真的要赢了，华夏男篮真的在家门口争光了。球迷们兴奋地议论着，有些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流出了热泪。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，101比110，华夏队以9分的优势赢下了斗牛士队，获得了小组赛的第1场胜利。征服巨浪，弱体随波逐流，迎接你们的王。这是奥运历史上最疯狂的华夏男篮，坐拥虾、姚志廉等一众龙国超巨阵容，带着4战连胜的战绩，历史性晋级8强。姚虾组合更是被外媒盛赞其为奥运最可黑马。主场观众已燃起冲击奖牌的炽热期待。今天最后一场8强赛，华夏队对阵克罗地队的比赛即将开始，球馆中喧声震天，球迷们怀揣着激动的情绪等待着比赛开始。除了现场球迷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正通过电视机或者是网络直播等观看这场比赛。叮咚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闯进8强，奖励樱井凉光速出手技能融合卡。融合技能樱井凉光速出手。恭喜宿主融合成功，樱井凉光速出手拥有快速出手的能力，初始等级为中级，可在宿主原有的投篮速度上提高50%。嘿嘿，这个技能配合上绿间真太郎超高弧线3分技能，简直不要太无敌！打开系统面板。叮咚！新任务发布，率领华夏男篮在奥运会上创造佳绩。华夏男篮名次越高，奖励也随之变化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奖励可真是太丰富了。顿时，虾仁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斗志。双方球员登场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大姚轻松赢得跳球，将篮球拍到了阿伟手中，后者快速运球过半场，刚刚想要组织一次战术，就被克罗地亚队后卫凶狠的抢断给逼得失误了。虽然克罗地亚队中没有 NBA 球员，但是球员的实力非常平衡，他们可是曾经获得过银牌的球队，仅次于当年的梦之队。克罗地亚运球过半场后，直接急停在3分线上，投出一记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现场观众发出一阵阵惊呼。这不是虾仁经常使用的快攻入急停3分球吗？敢使用这一招的，那对自己的3分球能力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回应球，回应球，回应球！球迷们高声呼喊着，完全兴奋起来。敢在虾仁面前秀3分球，这真是官夫子面前耍大刀，不自量力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刚刚运球过半场就传给了虾仁。克罗地亚2名球员迅速包夹过来，虾仁开启雷鸣运球，连续后撤几步，从3分线外退到了中场 logo 附近，眼见着2名球员扑防上来，却全然无惧。他做出投篮姿势，手腕一抖就将篮球投了出去，速度快得惊人，那2名防守球员直接愣在了原地。这是什么特殊速度？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球迷们疯狂地欢呼着。好快的出手速度，我就从来没见过敢有球员这么投3分。球场上，克罗地亚队后卫突破后强行上篮，大姚补防过来，直接一个大帽扇飞出去。
落下地来，大姚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发出一声咆哮，宛如沉睡的雄狮苏醒了一般，惊慑全场。克罗地亚界外发球，准备发起进攻，刚接到球，阿伟突然窜了出来，直接将这球给断了下来。欠我的，给我还回来！阿伟迅速发起快攻，阿月、虾仁两人紧紧跟在后面。阿伟突破到禁区，直接一个不看人被转，传到了跟进的阿月手中。阿月抓着篮球高高跳了起来，回防的克罗地亚球员也跟着跳了起来。就在所有人以为阿月要完成一记隔人暴扣的时候，他却回头望月，手腕一抖，将篮球传到了3分线外。停在3分线外的虾仁已经高高跳起，做好了投篮的准备动作。接到篮球后直接投篮，篮球化作一道流星，仿佛带着一道光一般飞向了篮筐，唰，空心入网，好球！全场再次沸腾。克罗地队进攻，控卫指挥着队友打出一次战术配合。一位队友在3分线外获得了机会，扬手就投出一记3分球，然而篮球刚刚起飞就被一只惊天巨手给拍了出来，正是扑防出来的阿联。篮球挨到了克罗地球员的身体飞出的界外，阿联紧握着双拳，仰天怒吼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后，与阿联打挡拆后，直接将球传到后者手中。阿联接到篮球，顺势起跳飞身暴扣，肆虐篮筐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18比31，华夏队获得13分的领先优势，稳稳地压制住了克罗地队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克罗地队开始展现出团队的实力，连连打出精妙的配合，用战术和跑位拆解了华夏队的防守，连续获得了控卫投篮的机会，命中3分球。就在此时，虾仁站了出来，连续飙进3记3分球，浇灭了克罗地亚队的反扑。半场比赛结束，38比59，华夏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1分。下面有请华夏最美啦啦队的表演。简单笑意出在我梦下，姑娘，你的脸庞我似何方？你像最小气的夜烧在我心上，驱散我无数黑夜里的迷惘惆怅，想进来一方场总能到前方。中场休息后，比赛进入波涛汹涌的第3节，华夏队再次爆发，在短短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打出一波11比4的高潮，将分差拉开到了28分。比赛已然失去了悬念，观众们开始欢呼庆祝起来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克罗地队虽然多次掀起反击，但都被大姚和虾仁联手给镇压下去。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87比104，华夏队以17分的优势大胜克罗地，轻松晋级4强。赢了！华夏男篮在家门口亿万球迷的关注下，打出了超出预期的表现，创造了历史。全场比赛，虾仁砍下了39分最高分，大姚则是砍下32分12篮板，完全虐爆了对方的禁区。球场上，华夏男篮的球员们相拥在一起，如英雄归来一般，尽情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与球迷们的膜拜。相信亿万万的华夏球迷都会为今天的华夏男篮感到自豪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阶段性任务，获得2000成就点，600技能融合碎片。嘿嘿，终于累计到2150片了，系统升级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。恭喜宿主升级成功，技能升级后为满级等级，除了拥有超强的运球技术上，并获得消失般运球过人的能力，突破率视防守强度而变化，被抢断概率为10%。4强赛，我来了！第二天，在万众瞩目中，华夏对战李桃队，4强赛如期而至。嘟，随着裁判一声哨响，双方首发球员登场。比赛开始，大姚轻松赢得跳球，将篮球拍到了阿伟手中，阿伟随即将球传给了虾仁。紧接着，虾仁又将球传到了大姚的手中，但显然李桃队早有准备，迅速上前夹击，给予大姚高强度的防守。不过大姚并不畏惧，转身顶着2个人的跳起防守，将篮球轻轻拨了出去，唰，空心入网。现场球迷一片欢呼。李桃队发起反击，直接使用出绝招战术高位挡拆，一人在高位持球，中锋球员提到高位进行掩护，其余球员则分布在外线准备接球投3分球。持球人借着掩护突破到罚球线附近便急停跳投，刷，篮球稳稳入筐。场边的华夏队主教练尤纳斯看着刚刚这次进攻，眉头紧紧的蹙起，脸上尽是无奈。作为李桃人，他非常清楚这套战术。华夏队进攻，阿伟想要将篮球传到大姚手中，却错愕地发现禁区的李桃球员对大姚进行了绕前防守，完全不给大姚接球的机会。无奈，阿伟只能瞅准机会将篮球传到阿联手中。阿联远距离跳投出手，咣当打铁。李桃队抢到后场篮板球，迅速掀起了防守反击，一记长传到快下的球员手中，3分线外飙射3分。刷，空心入网。站在场边的李桃队主教练嘴角微微翘起。4分钟不到的时间，李桃队打出了一波12比2的攻势，球迷们皆是难以置信的看着比赛，完全没想到华夏队开场会被胖揍，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尤纳斯布置的战术完全被李桃队压制了。现在能够打破这困境的也只有虾仁的3分球了。李桃湾，上一世华夏输了你们近30多分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。第一节比赛还剩3分钟，华夏队落后16分。虾仁也被李桃队给限制住了。华夏队除了虾仁、阿联、阿月、阿伟3人都不具备稳定的投射能力，唯一3分投的还算不错的朱总此时还在板凳上。
难道神奇的华夏队就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华夏队进攻，阿伟运球过半场后，将篮球传到虾仁手中。虾仁站在了中线附近，防守球员贴身防守，很是自信。虾仁直接发动叶山小太郎雷鸣运球，在那一刹那间，篮球就好像消失在球场上一般。等到虾仁完全越过防守人之后，篮球才又出现在他的手中，急停在3分线外，面前3米无人，直接飙射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，空心入网。全场寂静，下个瞬间就爆发出足以掀翻天花板的欢呼声。球场上的球员们皆是懵逼的看着虾仁，满脑袋的疑问。替补席上的朱总、阿鹏更是激动的挥舞起毛巾。虾仁竟然突破了！苍天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没有突破能力吗？活了！这下华夏队彻底活了。尤内斯看着虾仁完成突破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便露出狂喜之色。尤内斯主动叫了个暂停，重新布置了战术。暂停回来，李桃队进攻回合依然是高位挡拆战术，运球突破后将篮球传到中锋队友手中，后者想要勾手，却被大姚给无情大帽。虾仁抢到篮球，随即发动雷鸣运球，全力快下。李桃队回防很快，完全不给华夏队打防守反击的机会，无奈只能落入阵地战中。虾仁弧顶持球，大姚提到高位进行挡拆，虾仁开启雷鸣运球，轻松借着大姚的掩护撕裂了对手的防线，然后急停在3分线外，扬手飙射出一记3分球，刷，空心入网。漂亮！你李桃队能够完成高位挡拆战术，我华夏队同样可以。李桃队进攻，得分后卫接到传球，直接面对虾仁干拔3分。虾仁发动了金川智技最强之臂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大姚抢到篮板球，华夏队掀起进攻，虾仁雷鸣运球急停在3分线外，再次飙射出一记3分球，刷，再次空心入网。23比16，华夏队仅2分钟就打出了一波9比0的攻势，将分差缩小到7分。又进了，现在篮筐对于虾仁来说就如同大海一样宽广。就这样一鼓作气逆转比赛吧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28比26，华夏队一举将分差缩小到2分。包夹在华夏队发起高位挡拆战术的时候，迅速对虾仁上前逼抢包夹，逼迫他传球给大姚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虾仁弧顶持球手势一打，大姚迈着2米26巨人小碎步上来挡拆，虾仁刚突破，李桃队直接祭出双人火锅局。完了，虾总被包饺子了。传姚哥，可这是3分线外2米啊！你竟然让我在这投3分！咣当，毫无意外的打铁，李桃队抢到篮板球，随即打成一次进攻，投中了一记3分球。尤内斯疯狂地薅着头发，虾仁运球过半场后，朝着大智伸了伸手，示意其提到高位来进行挡拆。大智一脸懵逼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李桃队2名球员上前逼抢，虾仁及时出球，将篮球传到大智手中。大智接球方圆3米无人区，3分出手行云流水，刷，空心入网，瞬间全场沸腾。破防的家人们，杨老师你看见了吗？虾仁这波在大气层，李桃队教练脸都绿成健康码了。虾仁勾勾手指，这个整点更骚的。大智持球突破，宛如老大爷晨跑，李桃队防守瞬间裂开，基地妙传大姚空接暴扣，全场再次沸腾起来。李桃教练紧急叫停，疯狂比划。没想到吧，我还有2副王炸体验卡没出。下一个华夏队进攻回合，大智突到禁区后吸引包夹，将球传到了阿宇手中，后者轻松飙射一记3分球，稳稳空心入网。伙计们，放弃对虾仁的逼抢包夹，必须限制一下14号的发挥。如此调整之后，大致是被防住，但虾仁在进攻端又复活了，连续的投出3分球和无定式投篮，彻底瓦解了李桃队的防守。半场结束，比分为54比60，反超了6分。到了下半场比赛，李桃队依然无法解决华夏队高位挡拆的问题。虾仁在这个战术下，就如同鸟枪换炮一般，将李桃队轰得7零8落，晕头转向。在李桃队连续3次投丢之后，华夏队将分差扩大到23分，比赛失去悬念，92比109。华夏队最终以17分的领先优势赢下了4强赛，赢了。华夏队再次创造了历史，闯进了奥运会的决赛。苍天啊，真是太难以置信了！56分，单场13记3分，奥运会被他完成2K 了。所以打米国队要开几倍速？伙计们，打起精神来吧！恐怕决赛中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一场恶战。万众瞩目中，华夏奥运会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。比赛还没有开始，球迷们的热情就已经点燃了整座球馆。放眼望去，整个球馆中都是华夏红的颜色。球迷们显然有些失去理智，高声呼喊着击败米国队，管他能不能赢，先把气势亮出来再说。虾仁，马上就要与强大的米国队进行最后的决赛了，请问你会感到有压力吗？当然不会，现在我只有一种情绪，那就是兴奋。我很清楚我们华夏队承载了华夏球迷们多大的希望，只有打好比赛了，赢下比赛了，一切都才有意义。大姚，决赛中面对米国梦八队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至死方休。科比，你们在决赛中遇到你们小组赛轻松的赢下了华夏队，
这是否意味着你们能够轻松赢下比赛获得金牌？不，恰恰相反，这场比赛可能是我们本届奥运会以来最艰难的一场比赛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拭目以待的奥运男子篮球决赛终于来了！看着华夏队的球员们登场，整个球馆中都响起了如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。登场了，登场了！华夏男篮终于登场了！奶奶的，为了等这场比赛，我是激动又紧张，连续2天晚上没睡好了。又到了毒奶时刻，伙计们谁先来？我华夏队要是能赢，我就上镜跟拍视频。顺带说一句，我是个女生哦。我去，这么劲爆的吗？华夏队能赢的话，我就向我女朋友求婚；输球的话，我就跟我女朋友分手。狠人，这真是个狠人，看得出来，篮球才是真爱啊！5棵松球馆双方首发球员登场，华夏队首发阵容为中锋大姚、大前锋阿联、小前锋虾仁、得分后卫阿月、控球后卫阿伟。米国队阵容为中锋霍华德、大前锋安东尼、小前锋詹姆斯、得分后卫科比、控球后卫基德。裁判哨响，霍华德与大姚跳球，霍华德将篮球给拍了出来，篮球落到了基德手中，运球过半场后，看着面前的虾仁，眼神中露出一丝不屑。让你来打控卫，是把你当作魔术师约翰逊来使用了吗？可惜你不会传球，华夏队的进攻将会是一盘散沙。虽然我不会传球，但我能在进攻端打爆你。基德摇摇头，手腕轻轻一抖，就将篮球巧妙地传到了空切到禁区的詹姆斯手中，后者顺势发动霸王步，强硬上篮打中。传完球之后，基德还抖了抖手腕。虾仁从底线球后发动雷鸣运球，快速运球过了半场。阿联提到弧顶3分线外2米远的位置，为虾仁做高位挡拆。虾仁借着阿联的掩护，从右侧准备突破，刚刚往出跨了一步，安东尼和基德就逼抢上来。果然，面对华夏队的高位挡拆战术，米国队也早有准备。他及时出球，传到阿联手中。阿联看了眼脚下的3分线，果断准备投3分球。而另一侧的詹姆斯已经以极快的速度扑防上来，阿联被詹姆斯干扰，仓促出手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。霍华德抢到篮板球，直接一个长甩至前场，又是詹姆斯接到篮球上演了一记战斧式劈中。华夏队进攻依然是高位挡拆战术，依然是上前逼防虾仁。阿联再次接到篮球，这一次是科比以极快的速度扑防过来，安东尼则是向着孙悦所在的方向跑去。米国队轮转换防的速度太过惊人，完全不给华夏队球员控卫出手的机会，篮球被传导了好几次，都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。嘟，裁判哨响，华夏队进攻为例。米国队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啊，利用球员们充沛的体能和超快的速度，破解了华夏队的高位挡拆战术。不好打了，如果高位挡拆战术被限制的话，那华夏队的进攻就会陷入到停滞中。场上，詹姆斯又命中1记中投，开场3中3得到6分，状态十分出色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运球过半场后，示意进行单打。面对1.93米基德的防守，2.01米身高的虾仁直接无视，运球横移一步直接跳投3分球。基德拼尽全力跳起来防守，还是慢了一拍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唰，空心入网，瞬间引爆全场。还是得靠虾仁来打开局面啊！换个人来防守吧，你是防不住我的。当我开启个人进攻模式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基德黑着脸，脸上带着最后的倔强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眼神中闪过一丝戾气，暗下决心。下个回合我一定要给你这个张狂的华夏新秀颜色看看。米国队请求暂停。科比，你去主防虾仁。基德，你下场休息一下。韦德准备上场。老 K 教练继续排兵布阵，派上了球队的最强阵容。伙计们，拿出你们的实力来，不要再给华夏队喘息的机会，直接击溃他们。暂停回来，比赛继续。科比站到了虾仁身边。科比竟然去防守虾仁了，比赛变得更加刺激起来了。科比和虾仁的对位一定会很精彩。NBA 总决赛上并肩作战的队友，现在却各被击筑在国际舞台的决赛中为各自的球队争夺金牌，还是直接对位，这真是好莱坞式的剧本啊！期待，期待！科比是我的偶像，但我还是选择支持虾仁，支持华夏队。米国队率先进攻，科比主动提到弧顶需要球，在接到篮球的那一瞬间，眼神变得犀利起来，就好像是吐着信子的黑曼巴，伺机而动，准备捕猎，充满了杀气，连续胯下变向，向左虚晃一枪后直接加速从右路突，挤过半个身位之后，急停后仰跳投，刷空心入网。在科比这种级别的得分手面前，金川世纪最强之臂都不奏效了。他的眼神中透出炽热的光芒，充满了斗志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运球过半场后，示意队友们拉开空间，要单打科比。科比双手张开，神情冷酷至极，给人一种窒息般的防守压迫。虾仁开启4指雷鸣运球，连续的变向后选择从左路突破，但完全被科比识破。雷鸣运球竟然没能突破科比的防线，这就有些不可思议。一，检测到宿主被黑曼巴锁死，是否召唤哈比 AI 教练团紧急支招？现在哪有空？等等，调出科比防守数据。
科比走入篮接6分球72分，接59路边速突破。吓人开挂实锤，好比这波 AI 偷袭绝了，我也要去调戏虚拟科比。科比不仅可以扮演角色，还可以跟不同的 AI 虚拟角色聊天互动，有明星，有二次元。我昨晚在 Hobby 里和科比聊到凌晨3点，但球场上我老公必须赢，双重快乐我全都要。只见虾仁突然变换节奏，从右路急速变向，随即后撤步拉开身位跳投3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空心入网。嘿嘿，幸好系统升级了，哈维教练团不然真就被科比给限制死了。米国队进攻，科比自己持球单打，连续变向后直接干拔跳投3分球命中，打出一记 answer ball。这次进球也让米国队的替补席陷入疯狂的欢呼中。还得是科比啊，这统治力也是没谁了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运球过半场后，不再执着于单打，而是呼唤大姚提到高位来进行挡拆。虾仁快速突破到罚球线附近，发动清风大挥无规则出手技能，轻松跳投命中。米国队进攻，科比突破到禁区吸引包夹，将球高高扔进中，霍华德跳了起来，在空中接到篮球，狠狠砸进篮筐，又劲爆的空中接力扣篮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被双人包夹，随即将球传给大姚，大姚接球看着扑上来的安东尼，直接无视，高高举起双手投出一记中距离，刷空心入网。接下来几分钟，米国队通过强大的个人能力多次完成进攻。第一节比赛结束，31比22，华夏队落后9分，虾仁单节砍下14分。第二节比赛开始，尤内斯轻轻挥手，终于是换上了大阵，现场球迷们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欢呼。华夏队率先进攻，虾仁被包夹后迅速突球，将篮球传到了大志手中，后者站在3分线外，直接飙射3分球，篮球划过上空，刷空心入网。现场立即报以掌声与欢呼，为大志加油！米国队这边保罗和韦德完成一次精妙的韦德控接完成。华夏队进攻，大志再次获得投篮机会，毫不犹豫出手，又命中一记3分球，瞬间全场都沸腾。厉害啊！没想到大志能在决赛中保持着如此高的水准。要我说，早就该换上大志的，他的进攻能力可以极大的缓解虾仁的压力。球场上，大志在接到虾仁传球后，运球到禁区吸引防守，为大姚传出一记妙球，大姚轻松扣篮得手。第二节比赛结束，65比54，华夏队仅仅落后着11分。这绝对是篮球历史上最逆天的封神之战。说英雄谁是英雄？在这个白热的夜晚，虾仁就是这个英雄。以下犯上，逆天改命，亲手创造了篮球历史上首次龙国奥运冠军奇迹，把米国梦八队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。而能够缔造这一历史的，便是龙国第一硬汉虾仁。奥运男篮决赛下半场比赛开始，虾仁弧顶持球示意要单打梦八第一后卫黑曼巴。看到这一幕，全场观众皆是兴奋起来。老伙计，你想要单挑我，这可是个错误的决定啊！是不是错误的决定？得打过才知道。使用黄濑凉太模仿技能体验卡。瞬间，刚才科比的进攻动作就如同慢镜头分解一般，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来。虾仁运球逐渐加快，连续的变向后向着右路突破一步，突然急停后仰跳投出手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空心入网。这个动作为何看着如此眼熟？这明明是科比的招牌进攻动作，为什么会被虾仁使用出来？是巧合吗？米国队进攻，这一次科比换成了背身进攻，连续做出晃动的假动作后，转身撤步后仰跳投，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大姚抢到篮板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如法炮制，背身进攻，连续做出晃动的假动作后，后仰跳投空心入网。什么情况？虾仁模仿了科比的进攻，他竟然能够模仿科比的进攻动作。是啊，简直太神奇了。你在模仿我？是啊，怎么样，像不像？这黄濑凉太模仿技能真的是太棒了！开玩笑，这个世界上可没有球员能够轻易学到我的进攻动作。信不信就由你了。虾仁淡淡说道，转身回防。米国队进攻，科比弧顶持球，这一次他没有进攻，而是将篮球传了到詹姆斯手中。詹姆斯顶着防守，使用出霸王步强硬突破上篮命中。华夏队进攻，虾仁弧顶持球，连续变向后同样施展出霸王步，顶着科比的防守强行突破到禁区上篮得分。全场球迷再次沸腾。这是我眼瞎了吗？为什么虾仁也会霸王步？是吹了，虾仁就是在模仿科比、詹姆斯的技术动作。这他妈就有些离谱啊！不仅模仿出了科比的进攻技术，还模仿出了詹姆斯的霸王步。场边，老 K 教练面色古怪，眉头又一次皱了起来。比赛继续，韦德使用迷踪步突破到禁区上篮，被大姚的一个大火锅扇飞。虾仁接到篮球发动反击，詹姆斯、科比第一时间回防到位。虾仁运球过半场后，再次发动黄濑凉太模仿技能，使用出韦德招牌绝技迷踪步，大步流星过掉科比后，顶着詹姆斯的防守上篮打中。米国队全员皆是错愕的看着这一幕，茫然不知所措。这比赛还怎么打？裁判哨响，老 K 教练果断叫了暂停。暂停回来，米国队进攻，科比弧顶持球，直接飙射3分球。咣当，篮球弹框而出，
大姚与霍华德在禁区肉搏，拼尽全力抢到了这个篮球，随即将篮球传给了虾人。虾人运球过半场，突然急停飙射了一记 logo 三分球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，刷！就连贴防的科比都猝不及防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篮球空心入网，全场瞬间沸腾。来了，虾人命中一记 logo 三分球，这是他本场比赛第一次投这种高难度的三分球。这一记超远三分球进的真是绝！兄弟，不要在意，这个华夏球员的进攻实在是神鬼莫测，只要下个回合投进一球就好了。科比点点头，向着前场跑去。詹姆斯运球过半场后突破到禁区，吸引防守后传球到外线的安东尼手中，后者直接飙射三分球，刷！空心入网。虽然虾人进攻端无解，但米国队在进攻端的表现也丝毫不虚。詹姆斯、科比、安东尼等超级巨星相继发力，连连为米国队涨分。第3节比赛结束，在虾人出色的发挥下，追平了11分的分差。奥运男篮3节比赛结束，大姚的体力已经亮起了红灯，难道华夏又要输在体力上吗？姚，你的脸色还能坚持吗？12分钟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完这场。大姚腿都在抖啊，球别受伤。米国队替补席在偷笑，兄弟们把保护打在公屏上。听着，那个戴着草帽的8号小子是虾人，已经拿了40分包夹，我要看到双人包夹。教练，让我单独。不，这次听教练的。我们输不起。第4节比赛开始，华夏队率先进攻。注意这次攻防，虾人对阵科比，金老师带直接对话。右肩下沉15度，重心偏移，就是现在。重心转移，竟然能提前预判我的防守，糟糕！违抗我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许俯视我。你们太狂妄了！85比88，华夏队领先3分。教科书般的时间差，这节奏控制让我想起巅峰艾弗森。卧槽，晃倒了黑曼吗？这后撤步起码留了1米空间，如何无力啊？把该死的球给我！抢断，这预判堪比读心术。虾人奔袭进场 ，logo 区集体。半场开响臂，进了老子倒立洗头。这球进了，我直播吃键盘。你们让个华夏小子当训练靶子，传球，别他喵当古代英雄。下回合我来防。决胜时刻最后2分钟，老詹小心一点，虾人对于你进攻的意图判断的非常准确。但显然詹姆斯并没有听进去，把王布迈起来，顶着虾人的防守就要从右路打过。一声清脆的响声，篮球从詹姆斯的手中消失。什么？篮球滚落，虾人已发起快攻，科比全速回防，拦住他。什么？杀死比赛，这个20岁小将杀死了比赛。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6比120，华夏14分的优势获得本届奥运会的金牌。赢下，华夏队真的赢了米国队，拿到了金牌。了不起的华夏男篮，了不起的虾人，他们创造了看似无法创造的奇迹。全场比赛虾人出战37分钟，32投21中，3分球19投13中，罚球9罚8中，疯狂砍下63分、4篮板、4助攻、6抢断的神奇数据。华夏队的球员们已经抱作一团，嘶吼着庆祝夺金的喜悦。米国队的球员们则是满脸无奈又丧气的看着大屏幕上的比赛，仍然不敢相信这个比赛结果。虾人，恭喜你率领华夏队赢下了金牌！听着，菜鸟，下赛季来湖人，我要每天踢你屁股训练。准备好当2当家吧，老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